太香了，好大一盘啊，非常豪横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们来继续实践洋葱焦化的这个烹饪技法。那我们今天来做一道非常有名的下饭菜，就是台湾卤肉饭。这个卤肉饭呢，其实在台湾的不同地方，它的用料是有所差别的。比如有的是用肉糜、肉馅儿，有的呢则是用五花肉。所以说这个卤肉饭在台湾也叫做碎肉饭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是用什么肉做呢？那肯定是用五花肉做，因为五花肉吃起来更爽。我们现在就开始。这是提前泡好的黄酒，里面放了花椒和香叶。咱们做炸酱面的时候也用过这个。那么这次卤肉饭也是需要这个提前泡好的黄酒啊，最好是提前泡隔夜啊。好，五花肉，把它切成1厘米见方的这种长条的丁，长条的这个条就可以了。啊，五花肉切完了啊，这是2斤多，你们看这一大盆是不是够豪横？下面我们再准备一点肉皮，猪肉皮。这个肉皮呢，提前你们用水把它焯一下啊，水里面放一些葱姜的下脚料啊，还有料酒、花椒这些佐料，大概焯个20分钟就行了。这个肉皮我们加到卤肉里，会增加它汤的胶质，口感会更好。也是把它切成小方块就可以了。好，下面一个主料呢是香菇，干的或者是大家买新鲜的都可以啊。干香菇的话，大概用到50到70克。这我已经是提前把它泡好了。那么香菇怎么来切呢？给大家做一示范。在它的柄的这个根部，我们斜刀来一下，给它分成一半。哎，你看这个柄已经掉了啊，这个柄比较硬，会影响口感。然后再这样给它分一下，基本上一个香菇有4瓣就差不多了。做卤肉最关键的一样食材就是洋葱。我们今天准备了2种洋葱啊，看到这个样子吗？一半一半的，可能很少见。这个洋葱的名字叫蒜头葱啊，或者叫小毛葱，也叫小红葱头，在南方呢比较常见，一般在广东或福建做那种砂锅的生褶菜，这个洋葱用它来炝锅是非常好的。然后这种葱呢，这也叫小圆红葱啊，或者叫小洋葱。这种洋葱呢，在东北也叫毛葱啊，也是属于个头小，但是味道呢比较浓郁的一种洋葱。我们今天就用到这2种葱头。这个葱头的味道特别冲，我现在已经感觉快要哭了。给大家看一下，2种洋葱都已经包好了。像这个小葱头就把它一刀剁2瓣，把它的根部呢去掉。这个小圆葱呢，我们把它切成，也不用那么讲究啊，大概呢是那种这样的丝条就可以了。2种葱要分开放啊，因为一会儿用途不太一样。热锅加入葱油，不用等这个油热啊，我们现在把五花肉放进去，中小火我们煸炒这些肉，先不要翻动呢，等它下面定一定型。这个煸肉呢是做卤肉的第一步，主要是要把五花肉当中含有的脂肪给它煸出一部分啊，油脂少一些，然后再让它呢脱一部分水，这样口感会更好。好，放入2粒大料。好，这肉啊煸了一会儿了，你们看锅底这肉析出的油脂已经出来了，但是这个油呢还有用。肉煸到这个程度就差不多了，我们把它捞出来。大家现在看到锅里的油了吧？我们继续小火把刚才的小红葱头放进去。小圆葱啊，我们先加入1/3，先小火炒制。这个过程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洋葱焦化的过程。整个的过程呢，先中小火，到最后阶段的时候再把它开大火，让洋葱就彻底的焦化。这次我们是要把它炼成纯纯的金黄色的这种葱渣。现在的葱香味已经出来了，洋葱现在到这个地步就焦化完成了。我们现在呢要把葱给捞出来，继续把剩下的2/3的红葱头放进去。这一次就不要把它煸干了，相当于拿它炝锅了。这个油啊还是有一点多，我们把它蒯出去一点啊。
好，重新放回刚才的五花肉，把大料捡出去，加进肉皮，还有香菇，先来点老抽上个色，生抽、蚝油、胡椒粉，加冰糖啊。冰糖可以多放一点，大概在30克左右吧。下面就把我们泡好的黄酒一点点倒进去，注意别太快啊，因为酒是凉的，会影响锅气。整个过程不加一滴水，完全用黄酒来做这个卤肉。加几片姜放进去。大家刚才看我煸肉的时候，煸葱的时候，那个锅四周其实留下了很多的深色的那种嘎巴哈，其实就是肉在锅里面产生美拉德反应之后所结成的这种物质。我们现在呢，这些已经都溶解到汤里面去了，所以这个汤的味道会很好。这时候我们再补点盐。你们可以发现我做饭的一个风格，就是我的盐一般是最后搁，或者是根本不放盐，因为我们放的调料里，比如说老抽、生抽、蚝油，这里面其实都带盐了。我们的盐呢，尽量的现在吃饭的健康饮食要少一点，有一些咸味儿就可以。如果不够的话呢，后面稍微补点盐就行了。敞着锅盖要给它炖上10分钟，让它的黄酒的味道充分的散发出来。找个小锅放上凉水，把几个鸡蛋放进去，小火把它煮开，开了之后呢，再煮个2分钟就可以拿出来使用了。好，把炸好的洋葱碎倒进去。刚才我们整个加工的步骤全都完结了，那我们就把卤肉放到了一个珐琅锅里，然后放到烤箱150度居80分钟，出来就好了。卤肉饭啊，好大一盘啊，非常豪横，给大家尝一下。哇，这个肉放在里面就是叫做嘚楞嘚楞的，你看这种特别有弹性。哇，刚一入口，那个洋葱的香味啊，整个就充满了口腔，太棒了。微微有一点发甜。有一点那种焦糖的味道，好吃。在台湾的时候呢，卤肉饭一般是把它当成小吃。那么如果是那种街边的小店，一碗卤肉饭大概需要20到30台币，和大陆人民币有5、6块钱的样子了。但是是很小很小一碗，这一盘的卤肉饭，我估计在台湾至少要卖到100台币以上，太香了。卤肉饭是一个功夫菜，虽然我们费了很多时间，但是它整个的做菜的过程和方法并不难，所以大家掌握之后，在家自己做这个，全家人有这样1锅肉就够了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吃好每顿饭，过好每一天。